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美股道琼斯工业指数在完成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我们看到走出悟空阳线、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之后呢，突破了140均线，突破了169均线，同时站上了位于33000点附近的一个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筹码中枢带。那么这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呢，美股成功完成了从反弹到反转的一个过渡。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我们看到4月13日走出了一个独立的阳线，那么新的这个独立的阳线呢，突破了横盘震荡的区间，所以呢，我们把4月13日的这根阳线呢，叫做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悟空阳线。那么有了悟空阳线之后，后面所有的震荡连续6个交易日的震荡呢，都是围绕悟空阳线进行的，所以呢，我们认为后面的横盘震荡呢，是悟空阳线遇到的妖怪 K 线，也叫干扰性的 K 线。那么突破这个干扰性 K 线之后呢，道琼斯工业指数就可能走出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呢冲出一个新的高点啊。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我们看到前方走在34000点附近呢，出现了3次等位置的波峰，那么目前正在34000点附近徘徊，处在第4次等位置波峰的势力范围。那么根据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行情在这个位置上就容易出现一个新高，所以呢，对于美股来说，仍然是一个多头趋势。虽然连续6个交易日出现了横盘震荡，但是呢，这些震荡都在悟空阳线的势力范围，因此呢，对于美股的多头趋势来说，还不用过度担心。只要悟空阳线的开盘价33668点位这个位置没有跌破的话，多头趋势依然存在。与美股高位横盘震荡不同的是比特币在31000点附近开始了一轮下跌和调整动作。那么它的调整呢，我认为是符合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逻辑的因为这轮行情我们看到了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这里面有这个悟空阳线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有八阶阳线组，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么在上周的上上周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唐僧阳线之后，它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宣告结束。那么根据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容易走出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调整。那么在这轮行情当中，我们亲身经历了31000点附近出现了4小时级别的悟空阴线，然后走八阶阴线组八阶阴线它是走的相对来说复杂一些第一根阴线呢在31000点附近出现，那么第二根阴线呢，我认为是在4月19日因为同合并 K 线之后，它同前面的阴线组构成了一组 K 线组，所以呢，这里是八阶阴线，有了悟空阴线，有八阶阴线组，有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呢，一轮4小时级别的下跌西游完成之后，成功跌破了。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位，1440均线和169均线这里是4小时级别的1440均线和169均线，同时跌破了由波谷连线构成的一个位于$28,500的重要支撑。我们看到144均线、169均线和这条支撑线是相对来说是重叠的。跌破这里之后，我们就要把时间级别再次放大到日线级别，也就是说，目前的调整的时间级别已经从4小时级别升级到日线级别。那么切换到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日线级别上4月19日是标志性的阴线，悟空阴线走来之后走八阶阴线和沙僧阴线，那么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定的反弹，因为我们知道沙僧阴线代表了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多震荡所以呢，在行情当中这个位置对于下跌趋势当中的沙僧阴线来说，目前出现了一个反弹的妖怪 K 线，也就是干扰了下跌趋势的一个反弹 K 线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了。那么如果比特币最终走出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话目前走在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沙僧阴线的这个区域上如果走出最终的唐僧阴线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目标点位呢是在$25,000，但是这个位置我们要看沙僧阴线也是有开盘价的，这个开盘价在$28243如果能成功反弹到28243上方的话，那么这轮行情的沙僧阴线
即被消灭啊，行情就出现了一个重新启动啊，重新开始了反弹的一个节奏。那么目前这个点位没有被反弹行情啊击破的话，那么依然保持一个下跌趋势的一个判断啊。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从更细微的一个节奏去看。那么在小时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从昨天到现在早上6:49开启了一轮反弹。这个反弹的时间级别，我认为它是一个小时线级别的反弹啊。这里面出现了一个小时线级别的悟空阳线、八阶阳线组合、沙僧阳线，走到这个位置，它可能最终呢到达$28,000。那么$28,000附近呢是一个布局空单的一个位置。为什么在这个位置上短线要考虑做空呢？原因刚才我们提到了因为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已经出现标志性的阴线，悟空阴线走八阶阴线走沙僧阴线。那么沙僧阴线的开盘价附近如果不突破的话，就是一个布局空单的位置。原因是在这个结构上容易走出一个唐僧阴线到达我们的目标点位$25,000附近。那么目前重点要关注的是比特币的趋势同美股趋势发生了背离。美股在高位横盘震荡但比特币走出了一个下跌的节奏。这种情况呢比较多见，特别是在今年的行情当中，我们之前看到了美股处在2月到3月的下跌趋势当中，但是比特币我们看到了在2月到3月一直是一个上涨的趋势。那么这轮行情，比特币一直冲高到31,000点但是同美股发生同步之后美股在高位的震荡过程当中，比特币走出了一轮下跌。它的下跌呢，我认为是快速的一个周线级别到日线级别、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一个调整过程。那么未来这个快速调整到5月中旬调整结束之后呢，我认为行情还会重新回暖、重新启动特别是在今年2月底到3月初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它的这轮行情仅仅是回踩了日线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所以呢，本轮行情的调整，我们看到虽然日线级别出现下跌吸油的趋势，但是144均线和169均线正在上移这种上移过程当中，我们认为最终呢 K 线本身就是 K 线本身可能会同144均线和169均线相交相会那么如果出现相会的情况下那么144均线和169均线就构成了一个支撑位。同时我们看到位于$25,000，它是有一个前方高点形成的一个高位的筹码支撑，所以呢调整速度快，下方有支撑，只是为了等待均线上移过来之后再重新启动这轮行情。我认为从23年到25年会是一个超级大牛市。在下跌过程当中更多的建议大家去把这个筹码做足做多那么调整并不可怕，我认为这轮调整是快速的缓涨急跌才是牛市行情正式启动的一个正常的逻辑。这轮行情应该重点关注的一定是 ID 和 ARB 这种上线之后的次新板块。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了，对于 ID 来说，横盘整理1个月左右之后呢，在4月13日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和八阶阳线。那么日线级别上正在走的沙僧阳线呢，被空头剿灭。在剿灭之后呢，我们看到在4小时级别上 ，ID 目前呢正在不断的接近4小时级别的144均线，这个位置呢大概是在0.63附近。我们看到接近的过程当中，已经成功走出了一轮4小时级别下跌吸油。在下跌吸油完成之后呢，我们看到在小时线级别上，如果能对小时线级别的144均线进行突破的话，那么对于 ID 这种流量特别大的币种来说，容易出现一个反弹甚至是反转行情。因此呢，对于 ID 的布局，我认为在当前时间是要有一定的仓位的。除了K 线本身的结构上来说，我们认为这轮行情在成交量上 ID 和 ARB 呢同时都超过了比特币，这是一个非常明显资金介入的一个标志。有了资金介入的前提，那么这轮行情随着比特币的下跌， ID 和 ARB 出现了快速调整。调整之后呢，就是现货建仓进场的一个机会。原因是这个位置超级主力庄家已经在行情当中因为趋势的原因被扣杀在这个里面成交量的巨大呢，除了主力
超级主力推动的原因，在这个位置上，我认为在高位行情当中也存在了换庄的可能性。有庄家介入，那么 ID 呢就充满了机会和可能性。所以呢，在这个行情当中，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从更细微的角度从15分钟级别到小日线级别，如果能够发生K 线上的突破这里的突破指的是 K 线突破了这个小日线级别144均线、169均线，或者是在15分钟级别上均线这里出现的50均线、10均线上穿的144均线和169均线都是各时间级别能够发生反弹和反转的机会但是无论你在哪个时间级别角度去观察，那么止损位呢一定要有一个设置比如说目前在50均线和10均线上穿了144均线和169均线，就应该把这个15分钟级别的144均线0.73美金设置一个止损，这样呢在波动过程当中你的本金才不会因为过度的一个震荡受到损失，低一些的止损，保持仓位的分散更容易在行情当中抓住主要的趋势。同时，这轮行情我们观察到 IN 勾涨势非常迅猛这轮行情几乎是从1美金涨到了9.9美金涨幅接近10倍。这样的涨幅之后呢，我认为巨大的波动会在高位出现特别是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周线级别完成目前的是第2轮的周线级别上涨细游，目前走在沙僧阳线的势力范围上方呢，是会有周线级别的唐僧阳线出现的话如果是走最终的第2轮周线级别上涨细游，我们是有周线级别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那么目前处在一个调整位的 IN 勾目前做了一轮日线级别下跌细游，如果能在6.7美金这个平台期得以支撑的话，下轮行情仍然会有机会它是一个调整非常迅速类似于之前我们说的 CF 调整非常迅速但是每次调整之后呢，都有一个非常大的涨幅。上轮调整我们看到44%的调整，那么目前它的调整过程已经走出了一个27%这个调整幅度已经非常巨大，从高位到低位来说已经非常巨大。因此呢，对于 IN 勾来说，我们认为下轮行情它仍然会有机会因此呢，对于 IN 勾对于 ID、ARB 这种热门币种一定要提前布局，有一定仓位如果是建仓之后被扣杀下来，要有一个补仓的动作，同时呢也要给一个心理底线要设置止损，有了止损，有了仓位分仓布局，才能在行情当中把握大的趋势。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一键3连，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感谢大家，再见。